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最近啊，整个网络上面呢，都是泰国发布了他们的 Yaris Active 啊，也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Toyota Vios 这一款车啊。相信大家都知道 Toyota Vios 是一辆马来西亚神车嘛。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呢，并不是那一款最新大改款的 Toyota Vios， 而是制造这个神话的元祖啊，没有错，就是我身后这一台第一代的 Toyota Vios。OK， 现在我们就来看我身边这一辆神话制造者 Toyota Vios 第一代啊。这辆 Toyota Vios 第一代呢很特别，它跟你们一般上在路上遇到的那一种第一代 Vios 啊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可是这个差别对驾驶体验来讲却是一个大差别啊。那是怎样的大差别呢？我们一点一点慢慢来看。我们先从这一辆车的外观讲起啦。OK， 这一辆车的外观啊其实非常的低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body kit 呢只是加了 skirting，bumper 还是原装的，而且这个车头灯啊，内行人一看就知道真的是初代，还没有 facelift。facelift 版本的车灯呢，这边会有一个下来这样子，里面的灯泡呢是用这种 halogen 卤素灯泡，这样子的组合放在现在看可能有一点老旧，可是在当年却是非常合理的啦。然后在 bumper 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fog lamp， 来到车身侧面呢，轮胎是一个195/55R15的尺寸。在后轮方面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台车呢，它后面是有 disc brake 的。现在很多这种1500cc 组别的 B segment 车啦，大部分都是前碟刹后鼓刹，除非你买顶配啦。这一辆车在当年是顶配，所以后面是有一个 disc rotor， 然后车身侧面看起来也非常的低调，也没有什么特别。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比较老旧式的天线啊，鲨鱼鳍天线也是近10年内才比较开始流行起来的东西。车尾的部分呢也是很普通，有一个小鸭尾小小个的 spoiler。车灯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跟前面一样哦，车灯啊 brake 灯啊 signal、reverse 灯都是卤素灯泡，会亮就好啊。很多人驾车呢通常会忽略掉的就是 brake 灯，所以你们的车如果有一定的年龄了，比较老一点了的话啊，可能可以叫你的朋友帮你看一下，你在踩 brake 的时候后面是不是 brake 灯有亮起来，然后 signal 灯是不是有在正常操作啦。因为我其实在路上开车遇到很多旧车，也没有很旧啦，甚至是一些好像 Myvi、Lucky Power、Lucky Best， 很多情况下我看到的都是后面的第3盏 brake 灯都没有亮啊，其实是蛮危险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烧掉啦。OK， 看完这一辆车的 exterior 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我们来看这辆车特别的地方，我们来打开车门看一下它的 interior 啦。一打开车门啊，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steering wheel 已经换掉了。这一辆车在当年呢，其实是有2个 airbag 的，就是在前座有2个 airbag， 但是车主已经把 steering wheel 换成了这种 Momo steering， 它就牺牲掉 driver 的这个 airbag 啊，但是抓起来手感的确是会比原装的那一种 bulky 的 steering 来的好抓啦。然后一上这一辆车，哇，真的够力，是一辆 manual 车，它有3个 pedal。相信在当年很多人买这一台车都是买 auto 牙啦，就是那个 4 speed auto。我忘记了当年有没有5速手排版，我记得是有啦，因为到第3代的 Vios J 有出那个5速手排版本哦。然后这一辆车呢，它比起那些5速手排版本的手排车，又更加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是6速手排的。看到这个 gear knob 啊，你们不要以为这个 gear knob 是那种 Shopee、Lazada 啊 accessories 店随便买一个上面有写6 speed 的 gear knob 这样转下去啊，其实它真的已经 convert 成了6个 speed。据车主告诉我呢，这一辆车的牙箱是已经换上了Silica 的牙箱，但是引擎方面呢，还是一样保持1500cc NA 的引擎。等一下我们上路试驾体验一下这个6速手排开起来是什么感觉啊？毕竟现在我每一天都在开6速手排车，也就是我的 Subaru BRZ。等一下我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两者之间在6速手排方面有什么样明显的差别啦。然后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我的那一辆 Subaru BRZ 的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的 link 过去
去看一下啦。这一辆 Toyota Vios 发布的时候，没有错，我应该是中学啊。那时候看到这一辆车的 interior， 尤其是它的 dashboard 呢，真的是有 surprise 的感觉，因为它竟然把 meter 设计在这个 dashboard 的正中间。相信在那个时候，这种 sedan 车款很少厂商这样子做，所以如果你们懂当年有人这样子做，然后是哪一间厂商的话，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啊，我去做一下研究啦。当然，它的 meter 方面也非常的简单哦，就是一个时速表、一个转速表，还有一个小小的电子荧幕，是可以让你看一下你的车的油量啊，还有你的行驶里程的数据都可以在那边看到。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车企他们做车好像有比较用心，就是在 dashboard 方面的材质哦，不管是视觉这样看起来，还是摸起来呢，感觉就是比较 solid。然后它有一个仿皮革设计，但是它并不是皮革啦，它还是hard plastic， 毕竟它还是一个 B segment 小车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dual tone 设计，这种双色 design 看起来整个 dashboard 就比较没有那么死板啊，比较有层次感。门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面积的布料材质，其他地方都是 hard plastic 啦。然后在中间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传统手刹，还有一个 armrest，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 gear knob 哦，因为它是改出来的6速手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center console 这边他们有做过切割啦。OK， 讲完前座，我们去看一下这辆车的后座表现。我觉得 B segment 车款啊，已经在慢慢长大了，越来越大台。这一辆 Vios 呢，它在后座的乘坐体验啊，感觉就比较小一点点。我的膝盖跟前面的椅子还不到一个拳头的距离啊，可是它的椅垫长度就 OK， 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它的整个 cushion 啊是比较厚实的，它的这个 sponge 也比较软，比较舒服。很可惜今天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做拍摄，不然的话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开车，我坐后面体验一下。今天是没有办法做到后座的乘坐体验，但是静态的这种乘坐呢，我觉得比现在很多 B segment 车款啊、新车啊体验都来得好啦。OK， 相信大家都期待很久了这辆车的试驾环节，尤其是它的6速手排啊。我们现在废话少说，就来体验一下6速手排的初代王者 Vios 驾起来是什么样的 feeling 啦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要来启动这一辆车。这个第一代 Vios 呢，没有 push start button 啊，还是要用锁匙来启动的。classic 的感觉，然后因为是手排车，加上我最近也蛮喜欢用这一个拍摄角度哦，就是可以给你们看到我在换挡的动作。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这个拍摄角度啦。然后这一台车，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armrest 啊，哇，我真的觉得这个 armrest 啊，比马来西亚现在卖着的 Vios 啊来得更加好用。因为我现在放到我的这个舒适坐姿过后呢，我的手真的是靠得到，而且它不会很靠后，也就是讲坐在后座的朋友不需要卡亏亏啦。虽然讲它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但是最新大改款的 Vios 泰规版本啊是有后座冷气出风口。我相信来到马来西亚呢，也是会有，它不可能把它cut掉，就连那么一点点东西都要输给它的对手，这样它的竞争力就被拉低了啦。OK， 废话少说，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辆车的试驾啦。这辆车的6速手排哦，跟我的 BRZ 不一样的就是，我的 BRZ 要进 reverse 档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拉环这样，要把它拉起来，然后推到1号牙的旁边。虽然这个也是在1号牙的旁边啦，可是我们只需要比较用力的顶一下、推一下，就是 reverse 牙了。好，那我们现在进1号牙，就不要这样用力推去左边，我们只需要像普通的5速手排档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进到1号牙了。好，我们现在就来试驾这一辆我个人非常期待的6速手排版 Toyota Vios。那我们把这辆车开出去外面转一转哦。哇，我觉得它的这个进档的感觉啊，很 smooth 啊，比起很多现在在卖着的手排车来的更加 solid 啊。毕竟它是一个 silica 拆下来的牙箱啦。所谓的 solid 就是那个空隙啊，感觉没有那么大。每一档推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档位是很清晰的。一些比较便宜的小车，如果你开手排版的阿西亚，你就会觉得它的那个档位有一点松散，进去档位的时候有点不明确啊。这个是很明确的，有一点点像我的 Satriano 这样子。然后它的离合器很好放啊，总觉得感觉好像不用什么学习成本啊，很容易驾这辆车。很多车啊，你如果驾 Auto 版本，你觉得
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当你加到美诺版本的同款车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啊，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台车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前面的 brake caliper 已经 upgrade 了，变得比较大个了，所以当我踩刹车的时候呢，感觉它的刹车力道是好像还比我的 BRZ 来的有力。很有可能是因为这辆车的车身重量本来就不重，所以当你提升了你的 brake caliper， 那你要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它的那个刹车力道是比较重一点。但是我喜欢这样子哦，我已经习惯我的 Satriano 的刹车力道了，所以我有时候驾我的 BRZ， 我还是觉得我的 BRZ 的 brake 不够力啊。接下来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 upgrade 一下我的刹车系统来。OK， 现在我们来感觉一下这辆车拉起来是什么样的 feeling 啊？3号牙，4号，5号，我觉得这辆车真的很fun啊，很好玩啊。它是一辆很小台的车，然后操作起来也很轻松。然后它的 clutch 啊，它的排档啊，全部我觉得没有什么学习成本啊，真的很容易驾，也很好驾。OK， 现在是5号牙，我们进6档，时速现在是100哦，转速差不多是2800，接近3000这样子的转速。推一个档，拉一下。前面有车，当一个 1.5NA， 虽然它真的是没有很大马力的引擎，搭配上6速手排的时候呢，驾起来它的那个可玩指数啊就提高了。OK， 我最近拍的一些影片啊，一些比较新款的车都是 CVT 啦、DCT 啦，那些车真的是比较没有什么可玩性啊，就没有这个自己换挡、自己在操控一台车的感觉。那我其实觉得 CVT 是最无聊的啦。但是近期的一些 CVT 车款呢，都有 pedal shift， 如果没有 pedal shift 的话，在 gear knob 这边也可以进行到加减压的换挡哦。就有一些观众看了我的影片过后啊，就会留言问我加减压要怎样用。我相信现在很多人考车都是考 auto 啦，所以就对手排自己排档是没有什么概念的。那 CVT 的加减压其实就是用来模拟自己换挡。接下来有机会呢，我再拍一集影片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CVT 的工作原理，还有 CVT 它的加减压是怎样运作、怎样用。这个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再详细跟大家做一集影片来讲解一下啦。然后整辆车的坐姿呢，还有视线啊，因为它的 meter 是在中间的嘛，所以我们的视线真的很广，没有什么死角。这一点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哦。第一代的 Alza 的 meter 也是在正中间的，那时候我在驾的时候，我也是有感觉到没有什么死角，视线很好，视野很好啊。这辆车也是有那一种同样的感觉啦。OK，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大概就先到这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的影片，也要非常感谢 Charlie Cars 长期以来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有一些二手车想要卖的话，都可以尝试把你们的二手车放到 Charlie Cars 网站上面卖啦。OK， 今天就先这样子，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